这个车辆已经在3个车辆修过了，它的故障现象就是一开始还能启动，那现在的话已经是没办法启动了。然后我们读取故障代码，有很多故障代码，我们会发现节气门报对正极短路、对离短路、油压传感器，包括增压压力传感器这些。那这种故障的话，其实大家看到的话，第一个可能就是线路或者传感器本身的问题，可能性会比较大。那我们怎么去诊断呢？首先我们看一下数据流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几个数据流。油压的话，这个是机油压力，那就是这个传感器，这个传感器也报了故障代码。你可以发现，现在我车辆没有启动，发动机没有运转，但是它显示5000百帕，相当于500千帕，相当于5公斤的油压，所以它会报对正极短路或者信号油压过高。那这个是环境压力，就是电脑板显示的环境压力是990百帕，相当于1公斤大气压。我们看一下增压压力，节气门前的压力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就是这个传感器。这个时候它应该是和我们的环境压力是一样的，但是它显示2692百帕，相当于269千帕，这个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，说明我们通过数据流发现啊，这个传感器是有问题的。那我们下一步就要对这个传感器进行检测。检测的话，我们一样的还是要分析电路。那这个是我们的增压压力传感器，这边是集成的一个温度传感器，所以我们要检测的时候是供电5伏，然后接地 M 是代表接地，那这是信号。那我们来测一下。那我们测量这个传感器的2号跟4号供电，大家可以看到2号跟4号供电，你会发现上面没有电压。那我们可以让它接地看一下，是不是接地点不行？会发现没有5伏的供电。那我们在测量它这个接地是否良好，我们直接给它一个12伏的电，我们这边直接给它一个正极，然后测量它的接地有没有，会发现接地也没有。那这个传感器供电5伏和接地啊，都是通过这个电脑板给的。这种情况下，大家想一想，没有电压，有可能传感器短路，有可能这个传感器的信号线啊，或者它的5伏供电线啊对离短路，所以我们要确定一下。它这个有没有对离短路？怎么测量对离短路呢？我们把它电断掉，断掉之后测量这个5伏的供电对离之间的电阻，我们来试一下。那我们测量电阻之前，先校一下表，这个表是 OK 的，没有任何问题。那我们测量它的5伏供电对离电阻，我们看一下是无穷大的。如果说这个5伏供电啊对离短路的话，那说明线路有问题或者传感器有问题。那现在它对离电阻非常大的话，说明线和我们的传感器啊没有对离短路。那我们再测量一下接地线是否接地，大家也会发现接地线没有接地，也是断掉的。那这个是真空传感器，这个传感器是正常的。那这个传感器的5伏供电啊也是没问题的，我们就把这个5伏和接地短接到这个传感器上面，看整个线路啊有没有正常。如果正常的话，就说明什么情况呢？就说明我们电脑板本身的问题。如果不正常，那可能还是线路方面的问题。那我们短接一下试一下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气管压力传感器的5伏供电接地啊引到这个上面，引到增压压力传感器上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这个时候会发现，大家可以发现油压现在是正常的，看到没有？就相当于一个大气压。增压压力刚才是2690几，现在也是正常的，相当于1000百帕，相当于100千帕，也是一个标准的大气压。那就说明啊，就是它的电脑板5伏供电和接地是有问题的。那我们把故障码再删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我们现在短接完了之后，把故障码删除，大家可以发现现在是发动机没有故障代码了，说明就是发动机电脑板问题。所以这个故障直接更换发动机电脑板。那关于传感器报信号过高、信号过低，大家可以按这种方法去诊断。故障结果就是我们发动机电脑板损坏。如果学会的话，点个关注，谢谢。